是队长发的信号，让我们撤离。难道是野人让山那边兄弟给捕获了？肯定是3班赶的。那第一次集合信号一定是假的。100个小时的野外战场潜伏，人的忍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是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不是1匹，是2匹。部长，红狼考核结束，是我的红狼咬住了野人。这2个学员我要带走。啊。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纪律、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西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下顾一野1人。现在的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1个猎物。这个演习有意思。部长，这么跟你说吧，高粱和夏林在我们这儿的天赋是到顶的。你是说顾一野不如高粱？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了。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顾一野身上的弱点这根刺。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你们20多个人对付我1个，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白狼还有几个？就剩下顾一野1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他们把被顾一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顾一野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首长好，怎么回事？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说不带反复玩赖的。如果他要再抓到1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他敢？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石头刀，宰了1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这顾一野也太畜生了。野兽。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1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1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斌这家伙。报告。好，我知道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跟谁说话呢？报告队长，我对你有意见。啊，讲。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A 军的正副军长，早跟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我现在名儿都凑到总部去了。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不就这点小事儿吗？传出去呗。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1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简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是吗？
啊，就我一个啊。哎，这个顾一野没拿着啊？顾一野放弃了红狼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但这个不计入成绩啊。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眼界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眼界快。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小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那顾一野肯定是不适合。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野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哎呀，臭显摆嘛！那显摆给谁看呢？哎呀，爱给谁看给谁看。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文正，高粱找过你吗？班长，你知道的，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有你这样的兵，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谢谢班长。所以啊，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高粱在你和顾一野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你和他，班长，我现在其实觉得，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你觉得吧？人呐，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你说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这份战友情更值得珍惜的呢？春雨，我们一起跳吧。我不会啊。班长可会跳舞了。走走走。Richtung Seine und Champs-Élysées. Roter Wein und Lust zu tanzen. Heute gibt's kein Glas zu viel. So
高兰米，你撒谎！我撒什么谎了？你说要公开追求我的，我说过吗？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我都听说了，你现在啊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帮着你们队里的男兵骗走我们通院不少女兵呢。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和技巧自然就浮现了。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高粱，你变了。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嗯？干嘛？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还记得5年前吗？记得。那枚伙伴费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比如说呢？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翻哪儿去了？他翻哪儿去了？他如愿以偿分到夜老虎连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南正，有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一野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孩子？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顾一野去了趟粤东。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其实他做出这种选择也非常煎熬，非常痛苦。我知道。你知道？真相就像一把利剑，只会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你就不想去找顾一野问个清楚？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都是首长的培养，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
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宋建设，到。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跟您要个人。谁啊？高粱。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副连长。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回720团任9连连长。你俩兵，看什么呢？身体加练。宋建设，你越级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找过了，他不同意。为什么？他说高粱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这个陈大山啊，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红箭演习啊，只盯着上边的马屁。报告首长，我来调高粱，就是为了红箭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9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羊群靠头养。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9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再说，高粱副连已经快4年了，对表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粱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太骂。宋建设，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粱带走，看来还真不行了。我同意。是，谢谢首长。参谋长，到，带队训练。哪部分的？装什么装，高粱花子！哎呦嘿，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叫江南征，虽然你比她漂亮点儿，但我不能对不起她呀。那2个兵，看什么呢？算你会说话，送给你。这什么呀？别闻了，没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真是行。哎，你见过军长了？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岗就是他接的我。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哟，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9连当连长。祝贺你啊，高连长！哎呀，这都没有办法，这军里的红箭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这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谁啊？宋建设，现在团长了。宋建设当团长了？暂时是代理的，等着这次演习结束之后服众啊。那你可得悠着点儿了，咱新兵连的时候没少给他添堵。那倒是。哎，顾骡子那边见了没有？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夜老虎连带得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为什么呀？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3年，今年刚满啊。啊，好吧。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连长，加油！进来坐。
过来坐会儿吧。副连长，要不把女处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对啊，加个菜吧。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行了，没脸够是不是？赶紧回去。走，一定留下来啊！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你呀，现在是军区大机关的首长，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哎，这么叫着说话不累啊？累呀，你说点实在的。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没日没夜的练，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员工全都淘汰。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看100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100次冷水澡一样。导弹就不说了，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是呀，谁能想到现代战争是这样的呢？外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们想象还要多得多，不追不行啊！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你别打岔，我说正经的。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军区让我带着课题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息网络知识，更好的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南征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给我个机会，好好给你践行，不准偷偷摸摸跑，不然断交给你。格兰米，谢谢你对我这么好。哎，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真的？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你侦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没有，我也不相信。说实话，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什么东西？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停！哎，小雷，醒醒！小雷，哎，别死了，小雷！人工呼吸，过2天肉鼻子，抬起下巴，睡觉。啊，你换他睡。睡。小李，你们2个老9连的，是，在这干嘛呢？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在钓鱼。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9连是先进连，我俩拳术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儿钓鱼来了。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
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舍不得，真舍不得。舍不得你会钓鱼啊？我俩入伍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我是你们的新连长。您是高连长。报告，进来。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请坐。是。哎呀，好啊！为了调你，我这跑市里啊闹了3次，拿3个全训连长换你1个，他们还不同意呢。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不知道啊，谢团长。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3个肯定比你1个强。但是，如果说你1个人能完成他们3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样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9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这也是您的塔山吧？什么意思？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迷？不敢。啊，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10年了，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是。团长。喂。好，我马上到。走，郑军长来了，跟我去接驾。是。起立！首长，这个代理赛营长夏林以前是侦察兵出身，让他来抓射击啊，是把好手啊！别拿几个尖子兵来糊弄我，给我画名册。赛营长，到！画名册。是。下1号射手，靠拢。首长。好吧，走，1、2、1、1、2、3、1、2、3、走。列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张兵，到。王健，到。首长。王小雷，王小雷，报首长。王小雷探亲了？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赛营长，到！搞什么玩意儿你？把人招来。是。首长，这是，您看这个，这得有多少斤？438斤呐！这么大个啊！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1倍多。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军区纪录。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
别替首长下手重。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是。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师长，9连是典型，各项工作啊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质又比较复杂。高粱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练为战嘛，是吧？是。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你的意见呢？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你看，在首长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领导们的事儿别管了，我听首长的，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结束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在家等着军首长检阅。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针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让最后把9连全折上去，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走。是。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我没有，我有抗体。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设。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可以让9连加分添彩；第二呢，是要死保住9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首长，你是觉得我做得过分了？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9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弄虚作假。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明白。行了，你回去吧。是。首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野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你还有脸说我？
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是。秦团长，你这兜了大圈子又杀回来了。戴团长，别说了。烧饼啊，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你小子就腐败吧啊！哎呀，还是700团划算呀！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一盘好菜啊！你狭隘了，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餐呢？老连长，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吧？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数得够清楚的。在了，山风吹走我心头的热。你倒下的时候，世界不在了，大地上散落着我的执着，像你悄悄留给我的誓言与传说。还有梦子里不朽的红色烟火，是否记得？半缺如流星般跌落，是否记得？战斗如海浪般寂寞，我还记得。彼此征服跳过的河，我还记得。流着眼泪唱过的歌。顶配保护强健天生第2代美赞衬蓝针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哇哦，无糖健康，劲爽王牌能量！哇哦 ，Vogus 源自德国，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吧？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数得够清楚的。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团长放心吧，高粱刚上任，情况还没摸熟，现在的9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粱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9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不能轻敌。是。2位连长，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什么2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你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
这心态还是不一样的。行。加油站，长跑站。韩指导员，顾连长好。欢迎欢迎，张处长，你好你好。李参谋长好。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抓住。秦团长好。秦团长好。哎，小韩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是。哎，你们帐篷在这边，我领你们过去啊。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阿秀还好吗？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了烹饪专业。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鼓舞了我。都说情义无价，我有幸看到了。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琳挺优秀的。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我们要结婚了，祝贺你们！你们呢？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南征这2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是啊，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哟，夏营长，来接女朋友啊？副连长，讲讲人道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哎，我可提醒你啊，他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我们走了啊！哎，上车吧，领导。走了，慢点开，拜拜，放心吧。501高地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700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他们打掉了我们1个连，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2回合的较量啊，700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漂亮，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展开连续进攻，打他们个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2个团在2、3、4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到！你们派一个排固守501阵地，8连、9连搜索前进。是。 720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弃守501高地，敞开青石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等一下，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2阵地，直插700团团部。是。团长，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
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套？报告！据前者传来的情报，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被苗进行这一局的攻击。如果720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这是甜头没尝够啊！给养车队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让给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2高地运动。是。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720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本次演习开始前，我实地勘察测量过，要对502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实力加强配给我团的152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是黎明，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追杀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盘棋还怎么下？就算我的炮上不去，700呢？700团的炮它能飞？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720团根本不是700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我说你偷吃枪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是啊，参谋长，大到一支军队，小到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别以为720出的经验比师里其他单位加起来多，打仗就行了。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兵对兵、将对将的摆开来打，3个720团也未必是700团的对手。兵对兵，将对将。老陆，你这话什么意思？报告！团长，驾！502号高地西侧4号公路发现敌方运输车队，数量目测超过20辆，速度估计1小时之内抵达502号高地。继续侦查。是。这不明摆着吗？这是想固守502阵地，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团长，兵贵神速，赶紧下命令吧！我们必须要赶在车队之前抵达502高地。你闭嘴！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顺着501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配属我团的122加农炮营，以最快速度向青石峡移动。是，我倒要看一看我3个720团能不能干过700。团长，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可就搭进去了。我知道，我知道。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老陆，我把炮营交给你指挥，不管用什么方法，1小时之内必须把502阵地纳入我炮火打击范围。记住了，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我拿你试问。走。报告，发现720团大规模调动，目标502高地。好，720团终于上钩了。不是我看不起720团，他宋建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720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归野，4级行动。是。军长，这一仗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缓，易攻难守。现在720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7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看来胜负的天平已经向720团倾斜了。哎，这关键是啊，720团每个人都有一颗求胜的心。我听你讲了，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5成战力。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
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不是，军长，那你的意思是，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720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报告，720团主力向502高地攻击前进，700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步对720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720团前锋部队已现役苦战。现在就看720团的应变能力了。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的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一营，前面怎么回事？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他们有7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打了老子的埋伏。二营长，你那边什么情况？我们被堵在青石峡了。加快速度推进！听着，2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敌方炮火十分猛烈，我们顶不住啊！团长，团长，稳住，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是，怎么回事？前方行进缓慢，2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高粱的9连呢？报告，不知道啊。还有陆平反，把我的炮拉哪儿去了？团长，没事，没事，没事，稳住啊！团长。前方侦察员报告，在5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不对，师力配属给720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那要不再等等吧，或者再继续观察一下。顾不了那么多，先控制住火炮，抓住人再审。行动！炮营联系上没有？团长，炮营在5号公路突然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啊！上1营被700团全部围歼，演习大调组派离1营，退出演习。团长，还是撤吧！再不坚持下去的话，2营怕是也保不住了。稳住！高粱呢？9连拿下501高地之后，你加力突进前进，陆参谋长就让9连掩护炮营去了。这个陆平反是往死里坑我呀！命令到，前锋部队全部撤回501高地。既然拿不下700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是。2营长，2营长。你就是720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废话，我能告诉你吗？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预案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那就是有了。我可没说。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向指挥部汇报，敌炮营8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一班长到，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是。
要报警了！哎呀，坏了坏了，这下要当俘虏了！放屁！当年张过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当俘虏！快，快跑！哎呀！站住！放下武器！站住！700团的停止追击！为什么？倒掉也不能这么偏哨啊！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场了。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122加农炮。骗谁呢？122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飞啊，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事不能这么干啊！陆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师炮兵团2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700团的追击路线，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目前，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你说什么？炮兵团2营到了三斗坪？是。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从7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啊，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这是谁干的？是个人才。老陆啊，团长，团长，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欢迎团长凯旋。啊，托你的福。哎呀，你把炮拉这儿了，这是最有利的位置。过了小沱河。对呀，你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我说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崭崭新呐，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趟水过河了。团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你要是个女同志，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打完演习日子不过了。这是实战对抗演习。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得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碑。乐什么乐？这回你赌赢了，他真没说谢谢。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赌回来了。哎，宋大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听到没？老亮，听到没有？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野，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3号高地和4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720团的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报告团长，2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
派2支作战小分队过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团长，就你这个方案，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深攻击，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哟呵，来，咱们听听顾一野小朋友有什么高招。来，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给我20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喜。你这招也太阴了吧？他万一找不到，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还是老连长懂我。谢谢团长信任。高粱，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导调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他们断个什么呀？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顾一野的突袭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侥幸之心必死。韩指导员，710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实施加密。是。韩指导员，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大战在即，这可是里网规定的啊！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哎，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我跟你说，我只回答技术问题，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部追击720团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2射程范围内有3块空地，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12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堵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有，但是数据是保密的，这是演习规则哦。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们从从容容的包他一顿饺子。高粱，到，你在9连1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700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是，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是。继续前进。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报告，遇见毒蛇了！王老雷他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距离近，爆炸了，伤了人。手榴弹能乱扔吗？只手榴弹伤人不知道啊！赶紧带守备中队，快！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讲，发现700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3号和4号阵地传教。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三营长，到。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好。开饭！是。一小队左侧方向，机枪手掩护。
队长，他们很恐慌。嗨，我是夏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遭到我们的2名夹击，已经陷入了绝境了。需要支援吗？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漂亮，厅长，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脸，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我跟你一起突攻，保证完成任务。高粱，快跟上！冲啊！快快！是。报告团长，导调部通报，我团102连全部被歼。我说什么来着？顾一野这小子出此毒招，害着1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没别的。带走。